因为他们接受暴打。他们这个赛季也算是一个重组的队伍嘛，是一个3+2的模式。就我能够感受得到 DZC 教练想要把 UUG 往一些体系向的方向去引导，而并非是我们一直都是散兵游泳的状态。但是目前 UUG 似乎在这个方面正处于一个接纳的过程当中。来看看这把的 BP， 蓝色方苏州快手先把空空儿和杨戬搬掉了，他们自己也不想拿。UUG 的话则是搬掉了鲁班大师和大司命。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沈梦溪战胜本猫。沈梦溪出来之后，不是火舞在外头，哎，可以拿啊，可以放3楼吧，不着急，看他们自己打沈梦溪要用什么样的辅助了，是要用张飞还是说苏烈啊？苏烈，那这把就是放飞自我了，我感觉要战斗爽了，开战了。火舞哇，苏烈加火舞，待会儿3楼锁个镜，来个镜，对，这阵容不就齐活了吗？对抗路再给阿蛋来个小满，是吧？嗯，可以看情况吧，反正留着，甚至关羽之类的。绝望挥剑，好，这把快手拿开了。习惯就好。少思源，苏烈打少思源还算是好打的了。对，苏州快手目前的前3手也是战斗爽啊。嗯，但是他的双边还没有亮了中野辅。就目前的这个对抗上来讲的话，看下主要看 UUG 的打野是谁了，梦奇还是谭野。那 UUG 在中轴对抗上真的不弱于快手。嗯，阵容强度很高，他是个双前排，对吧？他在中轴对抗，他这阵容以现阶段来讲的话，还是能够去跟苏州快手去做正面的对抗的，而且梦奇打凯嘛。但梦奇这英雄拿出来就有点弱，太吃队友了。他刷一刷就好了，刷到4分钟，这4分钟先不要对抗。你刷到4分钟，你正常刷到4分钟的那个梦奇，如果是个7级、8级的梦奇站出来的话，你也打不动他。UUG 搬夏洛特，那快手直接把关羽送上班位，就看双边了。双边的话，UUG 有个 counter 位，他把原射搬了。搬原射，看快手继续要不要搬阿蛋的英雄池。阿蛋在这个赛季的高胜率英雄池拿的比较多的，像小满啊，还有马超啊。主要不知道对面射手是谁。对。这小满也搬，那就只能先针对人，针对你熟练度用的比较多的去搬。这把 UUG 这个阵容虽然前排多，但也没有显得很笨重啊，因为有火舞存在。是要把阿蛋的一些切 C 能力强的英雄搬掉。艾琳，嗯，又搬了一把艾琳，上一把也是搬艾琳，上一把是自己拿到了孙尚香。然后紧接着搬掉了妖刀的艾琳，然后妖刀拿到的公孙离。润润这把是有公孙离的，对，能自由发挥的一个射手。快手搬了仓，就看 UUG 怎么想了。打凯的话拿阿离挺好的，挺好用的，拉扯打嘛。对，他可能就是比较烦沈梦溪这个英雄，团战吃他一个雷的话比较伤。他已经算是射手里边比较好规避沈梦溪大招的一个射手了，因为这个版本的沈梦溪它不是双雷嘛，它是单雷。对，双雷版本的沈梦溪打公孙离确实是比较舒服。那妖刀这里的话有孙尚香，但是对面双前排有点难搞，难处理。打双前排好用的射手，对面有护盾，伽罗的话他选了守约。守约也能，曹操这把拖到后期，等守约成型也没有问题。拿曹操打公孙离，马超的话就给我的感觉有点以选代班了呀。马超不想给对面，对，不想给阿蛋了。他其实拿曹操挺好用的，是吧？打公孙离嘛，但是马超切公孙离比较看公孙离有什么技能。嗯，那就看阿蛋选什么。影，交织命运的知己。影打马超吗？打不过呀，被拉扯呀。会不会一直？马超太灵活了，对啊，你开2技，但凡开2技能，他自己就跟个靶子一样。你淋雨风暴在原地在那刮的过程当中，马超一枪拉扯开来，还回头反捅你啊！他只要跑到你身后，你就打不了了。对。
但他这把选出来，纯粹就是选了一个更容易接近守约的人，打瞬间爆发去秒 C。想要去压马超很简单啊，双边一个换线就去压了，是可以这么玩，对吧？反正影是个手长的英雄，只不过影的抗压能力一般啊，他回复能力太少了。他虽然有手长的技能，但是他吃兵还是要挨揍，挨揍了之后他血量一时半会儿回不上来。但是你在上路的话，你是绝对拿捏不了这个马超的。你让影一个人去打马超，他按不住他。说不定少苏源开局还直接过来帮一手。对。那这把重阳也可以去帮啊，他的苏烈。那就是上路打222，但是中路抢线的话，沈梦溪第一波线会比火舞过得快。这把在中轴上肯定是有点对拼不过的，第一把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。第一把苏州快手这边也是中轴上是裴擒虎嘛，所以第一波中线权也是拿在自己的手中。句号在今天的前2把拿过了野河之后，这把的凯拿了出来。这个赛季句号的凯是4战3胜，仅输了1个小局。而云离的话，他的梦琪是拿了3次，赢了1个小局。今天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看到云离拿1把野河，都是凯原坦。这些坦克属性的打野，这把的梦琪他能做的是，就是保证自己的这个经济不落下，这样有坦度。对，打团的时候想办法去跟苏烈或火舞接 combo。但这个赛季云离最让我们惊艳的是他的镜和露娜，可是，在最近的比赛里面，在上野的英雄适配度上和选择上，尤其是在今天这场 BO5，似乎都是让阿蛋去选择用站边，让云离去拿坦克。一定程度的限制了云离对于对手后排的限制和压力。进入到双方的第3局，蓝色方苏州快手，红色方是常山 UUG。进入比赛，我是9瓶子，我是解说潇洒。开局换线了。这下路如果是排列守卫一个人的话，没有辅助，那影还是怎么玩的？快手3人抢。他的阵容有一个沈梦溪，其实抢的就已经够快的了。然后凯的话是中轴直接开，上路马超为了抢一波线，自己掉到了丝血，机炮也开了。对。这是明仔的不知火舞的第3把这个赛季，但是一上来位置被沈梦溪一个雷炸死了。上路还想打被动吗？2技能顶走，重阳的被动没被打出来。那这波明仔的闪现也没了。明仔刚刚是升到2级之后，在河道遭遇了少苏源打了一套，他把一技能交了，然后在往上赶的过程当中被拦截了。哦，上路这个上路抓住了润润的公孙离，又把公孙离给带走。这开局的1分多钟，当然 UUG 的2个 C 就各死了1次。接过来还想抢这个空间之旅，身上没抢。而且他的这个原本的换线的想法是想让公孙离打优去压制马超的，现在成劣势了。对，本来他们的目标也是抢完中往上帮的，结果在河道遭遇掉了1血，这想的跟他们实际做的出入太大了，上路可能又要打呀。走了。对于很多初登 KPL 赛场的一些临时席位的 K 甲队伍来说，确实登上了 S 组强度还是太高了，然后因为一些失败、失利，或者说是长期的失利、连败，会让他们陷入一个自我内耗的过程当中，然后也不清楚自己的方向到底在哪里，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他们的主教练了。就是你别说他们了，就是很多 KPL 的老将，他们在一段时间连败的过程当中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。因为之前有过这样的案例啊。就是冲进 S 组的一些队伍，在 S 组吃了个0-5这样的一个败绩之后，就一蹶不振，然后就掉下去。 A 组继续连败，第3阶段在 A 组直接是被淘汰的，对，就 A5或 A6，就最终连季后赛都没进城。他这波被少苏源跟沈梦溪接 combo 直接给秒了，控死了。然后上路公孙离想吃那个前排兵，这波舍不得贪吃明明别人就是要卡你这个兵。你上来他就要打你，但是你还是会选择下路这波句号过来开大招。哦，但是润润一波单杀，是的，冲进去强行把妖刀给换掉了，然后自己被句号给拿下。他估计感觉这波我也走不了了，那我就跟你换了。是的。
凯出现在了下路之后，给了云离一个信号，反蓝，蓝 buff 能反，反掉了，应该直接撤就好了。但是那边好像被留了一个苏烈，苏烈没有被动的，火舞一技能拆3个，但凯还是跟了上去，一个强普 A 掉了重阳，然后在这里用野怪顶一手，然后自己再退出来，队友也赶到了，后续还能追吗？看一下梦琪，粘不住了。少思源完了波飞了一声，跑了出来。但是这波团打的怎么说呢？让队友在帮忙填坑啊。本来是那边反蓝，然后反赤甲撤退，但是中右的位置有人被留了。火舞必须过来帮忙拆火，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死了。这样打的话，对于 UUG 来说是继续猛攻，一条路走到黑，还是怎么说？这条龙的话是被云离给拿到了，那当然是打了，就是继续猛攻。选的阵容就是战斗爽啊，以战养战型的。他这个阵容总不能和左边这个守约马超打发育对吧？对啊，尤其是这个守约又来了，又来到了下路。公孙离推个伞向前，没人敢过来。这波是明牌给压力。是的，梦琪就在身后，在红区，这波把下线压进去。因为他的对抗路都放弃了对抗路，直接来到中路过了一波线往下转，给了一波快手信号，也必须放这个塔，要不然我50。快手的选择也只能放这个防御塔，让上路的马超去换掉了一座防御塔，但是他把红区也拿下来了嘛，就 UUG 也不好进到快手的红区。而上路的话，萝卜跟句号2个人打了个时间差。是的，然后去反掉了 UUG 的红区。哎，这扇子被明仔保了，那还好。那不给公孙离就行。对，不给公孙离就很赚了。这时候的润润的公孙离刚刚好做出了末世。而且今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聊到过，润润这名选手，他作为一个发育路，但是他其实在团战层面对于双 C 的伤害和击杀是非常多的，他有点刺客属性在身上。而且他自己的发育能力还是挺强的。对，前2把即便是输掉了，但是他的分区经济都非常高。就他在发育的位置，即便是目前他在 S 组，在这场比赛之前他是6把嘛，7把嘛，只赢了1局嘛，他的分区经济还是在发育路排在了前3。但如何让他的经济转化为输出，有效的输出是一个问题。看下路阿蛋被追着打，这是要越塔的意思。要强杀，但是有大招的，逼了一个大招出来，那很赚了。你带线也带不了，对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回家。进这波蓝区看一眼，火舞给了一脚，然后让云离交惩拿下自己的 buff。趁此时间，快手给自己家蓝区也这个压力，然后让润润的公孙离带上线发育。现在这会儿冷静下来了，前面的猛攻都快收不住了。但是前面那个猛攻也埋了一些坑啊，这个总经济差出现了差距。因为总的来说，他们还是没有能够打赢的嘛。还是快手打赢了呀！云离这个梦琪的出装也比较少见啊。第一线冰毛，先看后边苏烈大闪拍2个，是回来那个的，跟红一起，再给他们推回来一下，最终让云离收掉了流浪，一波突袭，是带走了流浪的沈梦溪，还是在找机会。重阳的小规模的开台能力还是很强的。是的，这个梦琪冰毛配合上2技能的减速，效果更佳。粘人，再加梦琪，其实这个英雄本身是吃攻速的，但因为他在比赛中的定位啊，导致他做不了攻速装。但是目前来看，冰毛还不错，他的属性挺适配的。这是云离最后的妥协了。虽然我玩的是坦克英雄，但是我要矛头直指你，有一颗输出的心。对，苏烈一个大招拍一下，拦一下。不让对面抢龙，打出了被动，出了被动，队友能够过来想点灯，还差一个灯，还差最后一个灯，来了，但是血量有点残，最终还是被句号给 A 死了。那结果团战一触即发了，打了起来之后，云离这个位置交了一个护盾，而紧接着句号这个位置是被点掉了，被公孙离追点死了。少思源还配了个闪现进去啊，这波团战 UG 能接受，1换1换的是打野，中路只要能守住的话，能守住，守住了。这样还行，然后看公孙离经济，又跟妖刀拉开了一些差距。这3把在对位经济上，润润的经济都保持了一个不错的表现。真的很会发育啊！
他不仅仅是一个只发育的选手，他还能打，就是他的经济转输出能力是排在了发育路第5，他的分均伤害也是发育路第5。这可是目前正处于一个小局连败过程当中的长山 UUG 啊，对呀、他还能有这样的数据，实属不易了。嗯，只不过这把在对抗路队伍上就非常难受，差了1000多对， 1500的经济。这是前面聊的嘛，你顶着马超拿这个影，在带线上就带不过，只能看团战表现了。现在快手爆中给中路压力，知道你是火舞中单的阵容，中一塔不好守，嗯，你守塔我就炸你，用沈梦溪的消耗磨状态。马上又要到关键的10分钟了。萝卜的经济6700了因为这把单带上没有人能拦他，啊，而且队友有刻意往他这边开视野，保他不会被对面的火舞或公孙离去抓。这个马超单带只能让不知火舞过来，才能把他抓掉。但是不知我觉得火舞来抓的都有点够呛啊。马超直接追着打，又打出了影的大招。这没办法，同经济都能追着你打，更何况现在我领先你这么多人。对，对位领先了2000块钱啊！他现在这个马超只能让公孙离过来抓，公孙离过来有机会抓得死，跟他打一打。火舞过来抓，我觉得这个萝卜只要他的苍穹开得到位，顶掉火舞那套爆发，他1打2都没回头问题。反捅。对啊，他1打2不成问题。红护草蹲了个苏烈，苏烈大招开起来，但是被看到了，大闪没有能够拍到，好像，然后紧接着要被集火，打出被动，凯在人群里面开启了大招，吸引火力，然后梦琪还原过来砸了一下，凯一个2技能又回来了，然后少存在后面继续给续航，然后紧接着沈梦溪撞上来想留人，自己没了。是的，撞进去把自己给融了，这不有种飞蛾扑火的意思啊！他想上去留人，让马超打收割的，但马超捅了一枪之后，沈梦溪闪现2技能去撞，自己碎掉了。他看那一波人扎堆了，因为凯没大招了那会儿，凯大招快要消失了，他也跟不上了，而且已经被 UG 拉扯开来了。那这个10分钟的关键时间节点，快手掉了个中单，这个 UG 线也处理完了，必须要开龙了，这是个机会啊！趁着凯大招还没有恢复好，再拖10秒钟不到的时间，凯的大招就要好了。这个龙能秒掉吗？应该是可以的。拿到了，拿到了，还要打，有大招了。是的，顶着你的龙的 buff 打，但是得往回退一下，引开启大招，回头反刮一套。不过这波凯一个人用技能把 UG 众人的状态打得很低之后，可以去换个龙。还可以给波中一塔的压力。中塔一丝血。对位经济差2079，补刀差20个刀，差2000块，差了一个快苍穹的经济了。对，这个补刀差20个刀是有点夸张了，因为这个马超他跑各种线在吃。现在公孙离在掩护影，去压对面的这个单带边。只要马超带不出来，那其实快手另外一边是出不了线的。UG 想要把中上2线的龙兵给截了。那火舞和梦琪在反小野，反完之后得退。现在妖刀的经济也还行，有破晓3件套在手了。百里守约是这把苏州快手的另外一个大核，后期的大核。他隐匿形态的话，公孙流点不到他，但是他后面出个逐日之后，这里马超被抓到了，过去环游，再加上苏叶的大招，最终将罗伯的马超给击杀。他是追人打了吗？那个位置兵线还没到呢。队友都还在整个半途的左边，他已经到对面的蓝区了。这是萝卜近期比赛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掉点。他这把其实还挺关键的一个位置，因为他一旦死了之后，那边线完全带不过了。本来这把他带边线需要队友掩护他的，但是他出现在中路这个位置被抓掉，有点不应该。罗伯还是要打得更稳一些。阿蛋的经济在慢慢往上追。现在变成了长安 UG 的
压制画面，苏烈的这个2塔草已经蹲好了，这个中1塔是要施压的，往草里看一眼，看到了，守卫这一个眼是看到，点掉了就行。对，重阳还是吸引了仇恨的。这把马超的环境在团战层面，UUG 如果留技能的话，他不好进去冲刺。一个不祥的苏烈出不祥苏烈，另外一边梦琪也在做不祥了。然后梦琪身上有冰矛加2技能，对马超也是有影响的。 2把冰矛，影也是冰矛，梦琪也是冰矛。影现在的这个装备已经可以把守约打的团战没有什么环境了。 他可以追着这个守约，让守约没有办法输出正面的人。那这样一来，马超自己一个人也打不进去。这把还真的非常看罗波的收割环境的，因为快手这边他打前排能力就这个守约，沈梦溪是一个炸后排的英雄。 UUG 只要有人处理到这个守约，团战的话依旧比较好打。凯在目前这个团战画面里，在正面他摸不到别人，但是他会被一直消耗。公孙离呀、梦琪呀，还有不知火舞，一直消耗他。然后梦琪的2技能还给他挂减速。对，梦琪用盾换血，换你的血。所以现在非常看守约去压这个前排状态。而且就算好不容易贴到了，还有可能会被苏烈给控住。 苏烈的位置被发现了，落单了。是的，大招开起来，续着被打出来了。是的，凯一个2技能给了一个控制，强制触发了他大招。刚刚消耗好像把梦琪打残了，但是此时的 UUG 选择了回头换龙。对，这是只能换了，没办法。开奔狼想留人，但那边打龙打得很快啊。打完已经走了。苏烈在被追着打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就已经在换龙了。马上刷红，守约回去把红已经拿完了，这波红区想进的，一个惩击拿下。中路的兵线压进去，这个2塔守不住，哦呦，这伤害！带红的守约，现在守约是差一件装备就神装了，估计最后一件要做一个，他要自保就是苍穹，不自保的话就直接选破军。 下路的这波线要去管一下，守约在下了。UUG 这波龙兵放下了，那就看重阳这个奔狼什么时候开了。他们想下路快手想截线，那就要把左半图给让出来。哎，他们可以卡个中路，然后把中线拦截之后，接一个奔狼往下斜插过去，就包过来。对，因为马超的位置是已经被压到2塔防守的范围内了。对。 但目前他这个位置，他选择了进蓝区，他往上打容易被包啊。影这个位置在殿后，在给视野。想要直接打一个时间差打高吗？但风险很高啊。但高地进不去。这个团战就看双方的一些站位跟走位了，一瞬间就有可能开起来。 子阳也准备绕啊，彼此其实互相卡位，对彼此其实都没有什么把握能够100%打赢这波团。但是上路马超跟影追着打的话，影的状态要被打低，有可能要被逼大招啊。马超在追，那这样影很尴尬。这波凯进到了红区，影被打大招没了。但正面的话，凯也太大了。一颗雷，这波也炸残了润润。马超上去，再来一枪，公孙离交出了2技能。 梦琪也被打出了大招，苏烈也被打出了大招，所以再来一狙，火舞也被打残。虽然没有爆发击杀，但是 UUG 这一波都被打回泉水了。对，这就是拉扯的过程当中，互相卡位的过程当中，我在1对1的对位上我有优势，我就无限把这个优势放大。而且沈梦溪刚刚在正面的那一颗雷啊，直接把润润的公孙离炸残了。对，他炸到脆皮了。对，流浪那颗雷是关键，然后旁边的萝卜的那个马超压弹也是关键。当这2波成功之后 ，UUG 其实就没有办法再打了。再加上现在妖刀的守卫已经做出了破军，他现在打前排下血量已经很快了。
上路赢，带了波线，这波线如果快手不管的话，容易掉高地，他还是得赶紧过去把线截了。让马超去了，奔狼，开奔狼上路想找阿蛋，阿蛋反跑，阿蛋反走位，那这位置难跑，有点难走了。一个定身，开启大招，看能不能强换一个闪现过去，对怪线的一波硬换掉了流浪。阿蛋这一波没有白死。 然后这边依旧是一个4打4，守卫引进状态被发现了，2是闪的，被开到了，拉扯开来，大招没有阵亡，回头反点，云离被打到了残血，然后紧接着不知火舞突烈冲上去，冰斩，硬生生杀掉了妖刀。那这样一波追击，上路是有一波兵线的。是的，马超跟少思源必须要把这波兵清了，有点难受啊。如果清兵可能就要掉命。公孙离还是一个几乎满血的状态，保着公孙离打有机会一波。对，只要保住线。复活最快的流浪还有12秒钟的时间，少思源进去了，马超过来被连控，少思源最后一脚，并且还是最后一丝血，能不能清掉？清掉了。 还好清掉了，比较极限，但是付出了2个人的代价。是的，但是看 UG 不想走，还想持续一波，后面还有一波超级兵满血的超级兵，流浪这波出来想清一个雷炸下去，效果不好，过不去了，兵线进去了，公孙直接点加，能点掉，让我们恭喜长山悠悠季。我最后这一波。 包夹，你想把我的影，我影跟你的什么东西换了，对然后后边的话，我的援军到了，我直接顶着你的这个守约，苏烈。